林市长，有一封匿名举报信，人大的陈主任有没有转给你们市府啊？子京同志啊，我收到了，正要说这事儿呢。按理说这种匿名信呢，我可以不管，起码用不着我市长管嘛。可这种时候啊，又是这种要命的内容，我不管又不行啊。唐书记很重视，要我出面找周秀丽谈一谈。可谈一谈怎么样呢？谈的周秀丽是眼泪汪汪，委屈得很。那周秀丽都有什么委屈啊？好，苏阿福的事情就到此为止吧。郑流啊，老陈那边还有没有办法缓和一下？对，我说的就是陈小木。你们不能这么激化领导之间的矛盾嘛，对不对？下一步就看叶子京和检察院的了。如果叶子京和检察院那边能够松口，退回来做个补充侦查，我们一定好好配合，做撤案处理。好吧，郑流，你就学聪明点儿，别再把我的意思理解错了，继续给我添麻烦，啊！我告诉你啊，现在我不愿意激化矛盾，朝阳同志和小林市长估计也不愿意激化矛盾，惹翻了陈汉杰有什么好处？大家都不过日子了，呵呵，是不是？子京同志，你在想什么呢？没想什么，我在听你的，听您的指示。哈哈，我也没什么指示，就这么个情况嘛。我和周秀丽呢也都说了，工作力度大，诬陷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无风不起浪啊。我让周秀丽啊正确对待。子京同志，听说人大把信转到你们检察院了，你们检察机关查的怎么样？有没有新的证据啊？如果有证据，我就不用来了，依法办事就行了。可是现在情况比较复杂，难呢。王省长，其实陈小木只要一起诉，肯定办10年以上。这个工作我们做得很细，这伤害罪证据确凿。郑流同志啊，你怎么又蠢起来了？啊！我告诉你，别说是伤害罪，就是杀人罪，你也得给我糊弄过去，啊！要清醒点，别糊涂。现在的大局就是常山的干部队伍不能乱。王省长，我不是不顾大局，我是想让您老人家心里有个数。再说了，这个案子已经移送检察院，如果叶子京和检察院他们要起诉，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这可能性不是太大啊。这个案子我在常山的时候了解过啊，根本就不像你们说的那么严重，对不对？问题还是在你公安这边，你把案子移送过去了，啊，让叶子京和检察院怎么办？是不是？你可以透个话给叶子京，让他们检察院把案子退回来嘛。好吧，王省长，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人嘛。哎，问题是，有些人就不像是共产党员，不像共产党人，哼，那也好办呢，开除、撤职嘛。市委市政府的态度很明确，对那些涉案人员要依法严肃处理，绝不能抱着护着。子京同志啊，你说说看，到目前为止，我和唐书记为哪一个涉案人员向你们打过招呼啊？没有吧？您别误会，我不是指您和唐书记。好，那就好。这个513大案呢，要尽快起诉，啊。唐书记呢，昨天召集我们这些常委啊，开了个大会，专门谈这个。你们要尽快起诉，先把那个放火的家伙给办了，给社会一个交代嘛。至于渎职罪呢，涉及人数比较多，可以缓一步起诉。是，我们尽量的争取快一些。公诉书已经准备了。子京同志啊，我这么跟你说啊。唐书记的意思呢是10天之内公开起诉，法院审理还有个过程嘛。你们检察院准备一下，我们市委要听你们的汇报啊。好吧，就这样。那我尽快回去传达落实您的指示。子京同志，这不是我的指示，是唐书记跟市委的指示。林市长，关于这封匿名举报信，您看怎么办？能不能以你们市委市政府的名义，把市城管委的干部档案调出来，查对一下这个匿名举报人的笔迹、
紫荆同志啊，我认为这样办不妥吧，也没有这个必要啊。请武局到我办公室来一下。紫荆同志啊，还有什么困难要我们市委解决吗？不，没有。有困难自己解决吧。这话我爱听。理事长，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说法院是包公，公安是关公，我们检察院是济公。是吗？是。有点意思啊，也很形象嘛。我看啊，对我们公检法总的评价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对你这个济官，这个形象是既可爱也具体。你看啊，尽管穷，可还是四处主持正义啊。这个鞋而破，帽而破，身上的袈裟破，大人孩子都会唱啊。不过林市长，现在法院、公安都有自己的办公大楼，办公条件都不错。唉，检察大楼盖了3年，至今没盖起来，现在又停了。紫荆同志啊，这个呢你就别说了，这我知道，也就是临时停一下。不但是你们检察院大楼啊，就连市政府的一个财政拨款项目也都停了。一来常山呢，我就说过了，这个发展中的问题呢，要在发展中解决，是吧？关键的是要把常山的经济搞上去。锅里有了，碗里才会有嘛。你说这蛋糕做大了，这分起来就不会有矛盾了吗？是不是？林市长，我觉得你不仅懂经济，而且还懂辩证法呀。不过我得给你提个建议，市里面该批的钱就得批，比如说城管委吧，财政1分钱都不给。你说让周秀丽怎么办？城管系统怎么能不出问题？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可我们常山是什么情况啊？我们市财政要是有钱的话，你们检察大楼何必要拖到今天呢？再说周秀丽，啊，城管自收自支，那也是周秀丽同意的吗？周秀丽敢不同意，我看她城管委的主任就别当了。哎呀，紫荆，你这话可说错了。我敢这么对付周秀丽吗？我不怕长工省长撸了我啊！你可别乱说啊！他们俩可不是那种关系，过去是恋爱关系，现在可不是恋爱关系。好。哎呀，紫荆同志，咱就不说这个了啊。既然你也知道周秀丽的难处，那就多一些理解嘛，不要让她哭到我这儿，哭到王省长那儿啊。你知道，这封匿名举报信是人大转过来的。人大？就是那位陈汉杰同志。哎呀，他要搞什么名堂啊？将军，武局啊，你找我？哎，看这苏阿贵闹，忙得我连北都不认识。坐，找你商量个事儿，就几句话。长工省长又提醒我们了，说呢，让我们不要激化他们领导之间的矛盾，明确说了，只要叶子京和检察院把陈小木的案子退回来做补充侦查，我们就不要再争了，做工作，做撤案处理吧。既然这样，我们不如主动把陈小木的案子撤回来算了。别，这种违法乱纪的事儿，还是让我们2家一起担吧。干嘛全闹到我们公安局一家呢？据汇报，打人主犯是陈小木。叶子京和检察院要是能够找到借口退回来，我就敢撤。但是要是他们不退呢？叶子京和检察院要是真和陈汉杰一家公事公办，那我们公安机关为什么要承担这个责任呢？陈汉杰同志不是指责我们公安机关违法乱纪吗？你说呢？将军，你就坑人家女检察长吧。理事长，就这样吧，我走了。啊，紫荆同志，你等一下啊。这里呢有些材料，你拿回去看一看。紫荆同志啊，你要认真对待啊。
这些材料我就不看了，我没空，也没这个闲心。这样吧，你和唐书记认为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等着，好吧？哎，叶姐，你等一下。叶姐，你这个态度就不对了嘛！啊，我敢把这些材料交给你，本身就是对你和检察院同志们的信任。唐书记呢，说的也很明确，你们检察院办一个这么大的案子，工作力度这么大，免不了得罪一些部门和一些同志啊，也不排除那些别有用心的家伙造谣生事什么什么的，是吧？叶姐，我们市委一定会保护干部的。林市长，市委要保护我们检察干部，想必也要保护其他的干部。叶姐，你这什么意思啊？我没什么意思，不说了。不，你当面不说，背后乱说是吧？你还是说。我不会背后乱说的，不会的。林市长，现在社会上有不少的议论呢，说你们省市领导不愿意看着常山再出什么新乱子，要息事宁人，把小萝卜头们抓了、杀了、判了，就结案。我提醒你一句，这种不负责任的议论最好不要听，也不要传。林市长的意思是，周秀丽就不查了？没明说，从态度上看，人家根本就不支持我们查。叶姐，这是林市长的个人意见呢，还是代表着市委市政府呢？这唐书记是什么意思呢？这林市长是不是也代表了唐书记呢？我看可能代表唐书记。据我所知，林唐的关系不像老书记和王长工的关系，他们长期以来合作得非常默契，可以说是一对黄金搭档。你看，当年唐做省团委书记的时候，林是轻工部长；唐到南平当市长的时候，林又是副市长兼市府秘书长。唐从南平调到常山当市委书记，不到半年，他又把林调来当代市长。你说，这不是一个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吗？这就是说，市委和市政府的态度已经很明朗了，也准备息事宁人了。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吧，可以理解。好啊，好啊，叶姐。那咱们也就息事宁人吧，渎职案咱都不办了。郭靖，你发什么牢骚啊？谁说渎职案不办了？该办的案子必须办，知道吗？不过，我们要注意策略，要注意国情政情，不能硬干蛮干。如果我们这么硬干蛮干下去的话，人家完全可以把你我都换下来，彻底改组我们检察院的领导班子。你以为没这个可能吗？叶姐，那你说怎么办？这个策略怎么讲？周秀丽到底还查不查？国靖啊，你别嚷嚷嘛，我这不是和你通气商量吗？永强，我这可不是跟你商量啊，在原则问题上没有商量这一说，该插手的就插手，不该插手的就不插手，你就让叶子京跟检察院依法办事嘛。唐书记，咱可是一个班子的搭档，你别跟我打官腔。我也让叶子京呢去按原则办事，可咱们心里得有数，得保持常山干部队伍的稳定啊，你说呢？对这个检察长，不但我有些担心，常工省长也很担心。唐书记，我昨天到省城去汇报工作，
长工省长提了个建议，问我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女检察长给换下来。长工省长这么明着跟你说了？对，明说了，让我们认真考虑一下，还说呢是为我们好。这个长工省长怎么对叶子京这么不放心呢？国靖啊，别推测了，你查实了些什么呢？叶姐啊，你想我能查些什么呢？我现在连举报人都找不到，周秀丽又不能正面接触，两眼一抹黑呀。不过我和同志们仍然认为周秀丽的表现很反常，甚至连见王长工都反常。我们有些同志怎么对苏阿福那么敏感呢？你看前几天这闹的都坐不住了。这仍然是推测。苏阿福毕竟是死了，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现实啊。是啊，现在周秀丽和不少人又可以睡上安稳觉喽。长工省长能对叶子京放心吗？叶子京可是陈汉杰一手提起来的，长工省长已经说过很多次了，让我们注意。再说了，这个叶子京啊，也太不听招呼了。据说他一直在查周秀丽的事儿，明明知道省里市里的态度啊，明明知道周秀丽在513火灾中没有直接责任，他跟检察院还要去查，连气儿也不通一声。哎，这话说的不对。查周秀丽渎职的事，叶子京和检察院事先向我和市里做过汇报，是跟张国敬一块来的。哦，对，那时候你还在国外没回来呢。哦，是这样。哎呀，唐书记，你就让叶子京他们这样去查了？那我有什么理由反对呢？现在是没有证据证明周秀丽有直接责任，但这并不能表示她与大火没有关系。只要查出她有问题，她就难逃责任。可周秀丽与长工省长的关系不一般嘛，是吧？这影响不好。别想那么多，这是两码事。唐书记，为了这事儿，长工省长很不高兴。永强，我们做工作又不是为了让哪个领导高兴，是吧？得，你不让领导高兴是吧？领导也不会让你开心的。哼，那就不开心吧。对钟楼区城管委的汤文林，又审出点什么吗？没有，汤文林既不承认周秀丽为门面房打过招呼，也不承认区城管委批示过，不过倒是承认在此之前呢，发现了那片门面房，想依法了之。这我知道，渎职侵权检查处已经汇报过了。这事儿先放一放吧。周秀丽有可能是内部人诬陷的，写匿名信诬告咱们的人也有啊。哼，叶姐，是不是想手下留情，放你老头些一马？啊，郭靖啊，这种玩笑开不得。周秀丽放一放也好，我们现在手头的工作实在是太多了。你知道就好。省委市委一直在盯着咱们，希望对扎铁柱、周培成放火一案尽快起诉。昨天唐书记又专门给我来了一次电话，扫清外围之后，有关一些涉嫌渎职人员也应该审查了。我估计会产生许多新的矛盾。不怕，对这些家伙绝不能再讲什么策略了，是该拘了。叶姐，你说啥时候动手？还是要慎重一些。我们拿到检委会上集体研究讨论吧。市里初步定了，扎铁柱放火案马上就要起诉，我们这边不能拖后腿，证据一定要抓紧落实。这个周培成一定要想办法拿下来，把情况搞清楚。张局啊，那你就亲自试试吧。这个混账东西死活不开口啊！半个月都过去了，还是那句老话，说是在知春路口和一个莫须有的老头吵了架。怎么搞的？再没有其他办法了吗？扎铁柱怎么说？扎铁柱说放火的就他一个人，他就是不承认和周培成一起放的火。
换个思路想想，周培成是不是就是没有到过火灾现场？这怎么可能呢？他本人都承认了，那还有那位三门小姐作证呢。那周培成是在放火以后去过火灾现场，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啊。再想想吧。唐书记，我这儿呢不打自己的小算盘，就算是按原则办事，也得把这个叶子京换下来。换下叶子京，陈汉杰就是想找茬也没那么容易，他王长工呢也不会这么敏感，而我们的日子也好过多了，起码不夹在中间受这份罪了。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换一个中间色彩的检察长，确实能够减少很多麻烦。那好，唐书记，咱们当断则断，把叶子京的检察长换下来。哪有那么容易啊？换一个新的检察长，首先得考虑人选吧，然后省检察院那边你还得做工作，要是省检察院不同意，你又不能硬换。我看还是先把人选考虑起来吧。哎，唐书记，我这儿有一个现成的人选。谁呀？你倒说说看。公安局长江正流，政法战线的老同志。江正流不太合适吧？你想啊，叶子京有陈汉杰的背景，那江正流不是也有王长工的背景吗？永强，这个是不是也是长工同志的意思啊？啊，是啊，是长工同志的意思。同志们，根据省委、市委尽快处理513大火案的指示精神，我们检委会今天开个会，研究决定几个重大问题。首先，对扎铁柱、周培成放火一案的起诉，从今天开始进入倒计时。有关的情况由公诉处的高处长具体的向大家汇报。第二，有关一些涉嫌渎职人员的审查问题，必须立即着手进行。这方面情况呢，由渎职侵权检查处的吴处长向大家汇报。好了，换检察长的事儿，今天不议。哎，唐书记，你看，你怎么又变卦了呢？林市长，我们不能被任何人牵着鼻子走。周培成，你还是不想说是不是？你让我说什么？火又不是我放的。那你到现场干什么？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是给扎队长帮忙，帮忙。怎么你还冤枉？你还不耐烦？帮什么忙？这你们都知道，我和扎队长还有一个小姐救过火。那你说说这半个小时都干了些什么？你们看审问记录吧。我还是那些话，周培成，你要顽抗到底是不是？啊？吴局长，你们想搞冤案是不是？扎铁柱周培成放火案的全部卷宗，我们公诉处已经认真研究了几次，发现最可疑的仍然是周培成。虽然周培成有作案的时间，有作案的动机，可现在公安那边就是拿不到犯罪证据。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周培成不能作为同案犯被起诉。这个意见我赞成。高处长，公安那边一定要抓紧催，要么就落实周培成放火犯罪的证据，要么就把周培成先放到一边。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好的，我们一定催公安那边抓紧。另外，叶姐、张姐，同志们，这2天在准备起诉书的时候，我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疑点。哦，什么疑点？说说看。扎铁柱是5月14日早上供认放火的，而5月13日晚上，扎铁柱的老婆就得知火灾后果严重，喝农药自杀未遂。哎，你说扎铁柱的老婆自杀了？什么时候的事？5月13号当晚的事儿啊。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扎铁柱承认放火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知道他老婆自杀的事了？如果知道，
是不是由此产生绝望情绪而自污其罪呢？另外，扎铁柱烧电焊失了火，造成156人的死亡，也有很重的负罪心理呀。这点从他的审讯笔录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小高处长，你这个联想是不是也太丰富了？我看你这不是什么疑点吧？陈姐，这关系太重大了，涉及到案子的定性和2条人命，还有我们检察院将来要负的错案责任，我怎么敢大意呀？想到了，我就必须要说出来。高处长提的几个疑点很有道理，我们一定要搞清楚。那好，叶姐，散会后我们就着手调查，也好做出实事求是的法律判断。我就是到刑场上也会喊冤的。冤案，你说冤在哪里？你们都要我说，还要你们公安局干什么？周培成，你是不想活了是不是？老子就是活腻了，有本事你把我毙了，现在就毙！带下去，走。将军，你看怎么办？天王老子也没办法。再说吧。不行，先把周培成挂起来，先起诉扎铁柱吧。真他妈邪了，碰上这么个软硬不吃的东西。退一步讲，能不能把周培成安个伪证罪呢？够呛。将军，这放火案还得继续查下去，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能放弃。也好。哦，吴局啊，你提醒一下办案的同志们，要文明执法，千万别乱来。如果给周培成上了什么手段，他上了法庭也会翻供的。知道，将军，我呀反复向同志们交代过了。那好。那这一回可就得看你的了，小静，你得拿出你妈的架势，当一回检察长。不用，我比我妈的架势更大，就不信她不开口。别说了，你看，她过来了。李阿姨，哼，这黄小静跑哪儿去了？喂，国秀啊，你又上哪儿去公而忘私了啊？小静呢？家里怎么没人接电话呀？啊，我在南三矿，正往家里赶呢。小静应该在家呀。我说黄书记啊，我可提醒你一下啊，这个星期可是你值班啊，你给我看好小静啊。叶姐，不要老是管，要相信群众。哎，对黄小静这个群众，我可是不敢相信呐。你把她找回来。找回来，让他给我回个电话，啊，就这样。叶姐，找我有事吗？李阿姨，现在问题非常严重，周培成马上要以放火罪被起诉，放火烧死了150多人呢，要杀头的呀！妈，你听明白了吗？放火可是死刑，死刑！不对吧？公安局不是以伪证罪抓的人吗？现在已经调查清楚了，有很多人证明是周培成放了火。小静，这谁告诉你的？是你妈告诉你的吗？我妈不但告诉了我，我还偷看了卷宗，就是放火嘛。不可能啊！周培成虽说去过现场，可那是着火以后的事了。看看。丽丽，我没说错吧？你爸是去过现场，而且放了火。我看这事儿难办了。我妈已经警告过我，让我千万别再管这事儿了。小静，你得管，你得去和你妈说，你周叔叔可真没放火啊！他当时
当时让我怎么说嘛？李阿姨，你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呀？快说快说！妈，今天可是最后的时刻了，你要再不说，我就不认你这妈了。好，我说。小静，我和你一个人说。叶姐，汇报一下。对扎铁柱的调查，我们打算从公安机关开始。根据公安局送过来的录像带显示，当时审讯扎铁柱的一共有3个人，我们准备分别去谈。不仅有3个人，还有我、江局还有5局都在现场。叶姐，那你们到场的时候，扎铁柱是不是已经供认放火了呢？是啊，看起来扎铁柱精神是完全崩溃了。叶姐，那你有没有注意到可疑迹象？有没有产生怀疑？小高，你是先从我身上查起了？叶姐，请您回答问题。小静啊，是这么回事儿。5月13号下午呢，我和周培成吵架了。晚上呢，我就到城里的一个朋友家去散心。周培成他肯定是误会了，以为我和那个朋友，反正就跟我那个朋友打了起来。李阿姨，你说清楚，你那个朋友是男的还是女的呀？男的。啊，丽丽认识的，他陈叔叔，就是那个倒煤炭的。你们是在一起跳舞呢，还是？跳什么舞？就在他陈叔家里。哎呀，不就那啥吗？你们被周培成堵在屋里了，是不是啊？是啊。周培成脾气暴，然后他就砸了陈叔一砖头。那个姓陈的就住在大富豪附近吧？对啊。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是谁呀？福尔摩斯。李阿姨，你就不要再吞吞吐吐了，都说出来吧。反正已经这样了，瞒也瞒不了了。可疑的迹象倒是没有发现，公安人员也没有给扎铁柱上过什么手段，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证明。不过这个扎铁柱很奇怪，最初的时候也不承认放火，一再承认是失火，可后来怎么就承认是放火了呢？突破的契机点在哪儿呢？叶姐，也正是这一点引起了我和同志们的怀疑，我们也找不到突破的契机，所以才怀疑扎铁柱有自污的可能。这种情况过去不是没有过。小高啊，把扎铁柱的案子交给你，我真是找对人了。叶姐，你是不是等着我把问题提出来？怎么说呢？这个案子交给你，我有2点考虑。第一是业务能力，第2是你的责任心强，发现问题不会不说。我一直感到这个放火案的定性有问题，可是又有点拿不准，担心受个人感情的干扰。我家黄国秀是矿物集团破产领导小组的组长，关于扎铁柱、周培成的困难境遇跟我说了很多，所以我怕自己不知不觉地受到这种感情因素的影响。叶姐，我明白了，你放心，我不会受任何感情因素的干扰的。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还是要调查。李阿姨，你跟那个姓陈的也要主动到公安局去说清楚，你们得有作证的义务。我劝过他，让他到公安局把情况说清楚，可他不愿意去啊。我一个人去也没有用，我是周培成的老婆，谁会相信我？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呢？那个姓陈的现在在哪儿？
他躲到省城养伤去了。我怎么求他，他也不愿回来做这个证。这样吧，李阿姨，这事儿我来办。我就不信请不动他。您把地址告诉我，我去找他。那个地址好像就是省城红莲小区5栋509，对，是他儿子家。嗯。喂，哦，子清啊，哎，没见着小静啊。那你想办法去找找啊，不要出什么事啊！好吧，那我打电话问问他同学吧。和我猜的一样，我妈和那个姓陈的好了不是1天2天了。姓陈的不就是倒霉摊发了点小财吗？我爸怎么不砸死他呀？这话先别说，这事儿还没完呢。咱们得到省城先找那个姓陈的，让他和你妈一起去公安局给你爸做证明。事不宜迟，咱们今夜就走。地址你妈给我了，咱们还是先跟你妈说一声吧。说什么？一说就走不成了。再说，我妈根本不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那好吧，小静，我听你的。嗯。国秀啊，找到小静了吗？什么小静啊？我不是小静，我是那位举报人。你是举报人？对，叶检察长，举报周秀丽的信就是我写的，那位正派的国家干部就是我。那封信很重要啊，你们查了没有啊？哎，你这位同志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名字是哪个单位的？如果方便的话，可不可以见个面呢？你放心，我会保密的。目前我还不准备告诉你。你有什么顾虑吗？听说检察长和周秀丽是中学同学，关系好像还不错吧？你了解得很清楚啊。放心，这个案子不是我直接办的。你以为你是检察长，我就会对你放心了？既然如此，那你打算怎么办呢？叶检察长，具体的打算不能说，决心倒可以告诉你。为了一个正派的国家干部的良知，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决心和周秀丽这个腐败分子斗争到底。另外还可以告诉你，老书记对我非常重视，你的电话号码就是他给我的。叶检察长，我建议你多听听老书记的意见，站稳一个人民检察官的正确立场，永远不要忘记长山市的500万人民在看着你，包括我雪亮的眼睛。你这个同志说得很好啊！既然有这么大的决心，你就不能鼓足勇气站出来吗？既然你和陈汉杰同志这么熟悉你完全可以跟他了解一下我叶子清是什么人。喂，国静啊，你赶快把这个电话号码记下来，是那个举报人打来的。1、2、3，1、2、3，蹦擦擦蹦擦擦。哎，神经病啊！我爱你。对不起，对不起，对。丽丽，要不咱别去了，还是找公安局吧。可是票都买好了，再说，行，那就去。哎，来了。叶检查到了。是个公用电话，这儿和平路中段。这个举报人呢，
存心跟我们捉迷藏啊？叶姐啊，也许是一种保护措施吧。过去我们也碰到过。哎，这个举报人还在电话里透露了一个信息，他说咱们的老书记陈汉杰很支持他。哦，哎，听口气好像跟他很熟悉啊，难道老书记知道他的情况？叶姐，那好啊，赶紧找老书记啊！老书记不会和我们捉迷藏啊。这合适吗？这有什么不合适啊？周秀丽的举报信本来就是老书记转来的嘛。倒也是。哎，国静啊，那你跟老书记联系一下吧。哼，叶姐，你开什么玩笑呢？老书记最信任的人是你呀，你得跟他去谈呐。老书记知道我和周秀丽是老同学，前几天他还提醒我呢。哎，叶姐，这个案子你又没有亲自去办，你只是出面调查一下嘛。那我就问问吧，看他怎么说。